天和雨下，剪影凝神成疤，把几番春秋冬夏，一碗碧水断川下，川下怎奈金戈铁马，别无论旧尘牵挂，牵挂醉满狂沙。谁道此心安处是无暇？我心安处在你身旁。谁念前朝骄寒，且向我热泪莫怨西风凉。谁叹相逢离散梦一场，披剑之锐终不忘。谁问滔滔江水去向何方？只手天涯共逐浪。对，我们就是不要脸。真正让大哥丢人的是技不如人，不要脸比要脸强。大叔，这回真的碰到不要脸的了，怎么办啊？红玉在示警，李岩有危险。老家伙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不是，今天怎么来了这么多接麻烦的？大哥，地上有蛇！等着，都给我等着！快撤！你，迎鹤从，等着！叔父，快走！这，姑娘啊，这匹是我最好的马了。这马真能上雪山吗？没问题呀，你看我这匹马，膘肥体壮的，整个镇子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马了。不信啊，您去别的地方问问去。算了，没时间了，就这匹吧。这，走吧。姑娘，您慢走啊。您交给我的事，我已经按您的做了。我卖给姑娘的马，看着挺好，但完全不耐寒，绝对走不到雪山。不用你们管了，你们自己走自己的，别管我，快滚！我们刚才冒死救了你，你怎么还这么说话？去。去呀！前辈，我知道您是不想连累我了，但是这一会儿再分道扬镳也来不及了。地煞已经把这笔账算在我们头上了，所以您还是先歇会儿吧。
我不管您接下来打算去哪儿，如果您还想活命的话，必须赶紧疗伤，要不然，我们直接找个地方给您埋了也成。要说的，你的病人有没有被你气死过？放心，我身上还有事没了，一时还气不死。但若你们也是冲着这个秘密来的，我劝你们别白费心机。算了吧，引得这么多人追杀您的秘密，我们还是不知道的好。大叔，相信我们，地煞要杀的人就是我们要救的人。信不信你问他？要说的，你不是跟地煞还有仇吗？地煞的敌人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朋友？那我也得有命报仇才行啊！就凭您老人家这惹事的本事，我怕是活不到那个时候。这里好像没人。没人？没人谁拴的门啊？哎，你闪开，我把门劈开。哎，对了，杨太太，正好你的砍柴刀有用武之地了，上！哎，你信不信我劈了你？你们是谁啊？出来吧，他们不是坏人。你们别害怕，都出来吧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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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庄主，从地上的马蹄印看来，他们是从这个方向走了。追！撤！伤口已经包扎好了，血也止住了。你们这群半大孩子，怎么会结群躲在这破庙里呢？我们几个是同窗，本来是一起在家乡的学堂念书，后来我们那里开始打仗，乡里人都逃了，我们都跟父母走散了。还好路上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夫子，带着大家一起走。夫子说南边这会儿没有战乱，原本是想带着大家往南逃，路上又刚好寻到了这个破庙，做个暂时歇脚的地方。那你们说的那位夫子呢？他听说附近有地煞出没，刚刚出去打探消息，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了。等等，你们说南边这会儿没战事，侯坚已经死了吗？陛下呢？黄大都督又如何了？侯坚是谁？黄大都督又是谁？我倒是听夫子说过，那侯坚好像是前朝的叛将，不过早就死了20多年了。老伯，你问的是那个侯坚吗？你都快死人了，发什么疯？你刚刚说前朝侯坚已经死了，南边当朝皇帝是谁？大叔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如今的皇帝自然是宣帝啊。那又是谁？陛下呢？皇审边大都督呢？皇审边，我倒是听我姑父提起过，但他也应该故去20多年了。黄大都督苦心孤诣，誓死秦王，但现在都不在了吗？没了萧氏，陛下没了，怪不得。大叔，你刚才是不是摔跤摔坏脑袋了？快走吧，地上很容易就跟着马蹄印追上来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大叔，你包扎好了，咱们赶紧走。不行，庙里这么多孩子，他们能走掉吗？地煞要是发现了我们的踪迹，肯定是知道我们是冲这个方向来的。他们要是找不到我们，以地煞的不择手段，一定会为难这群孩子们的。地煞是冲着我们来的，为什么为难这些孩子啊？地煞要是有你一半头脑简单，天下早就太平了。
大叔，一会儿要是地煞的人破门而入，我们会想办法拖住他们。你和孩子们一起趁机逃跑。小丫头，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，为什么要管我这个闲事？为一个萍水相逢的路人，犯不着和那些煞神拼命。我们48战和地煞拼命，也不是1次2次了。48战，你是李正什么人？你也认识我祖父？大叔，我们拼命救了你这一路，现在你也知道我们是谁了，你总该告诉我们你是谁吧？在下刘有良，在江湖中默默无闻，不过是一个守墓老人罢了。地煞出动童天养这样的高手，就是为了个守墓老人？如果墓里葬的是得之可得天下的宝物呢？宝物？宝物？丫头，你过来。别过去。大叔，刚才我们问你的问题，你可还没回答呢。你到底是谁？你就那么想知道我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看守的东西。我乃皇沈边大都督的贴身侍卫，当年在平定侯坚叛乱时，大都督将我调出军中，让我看守一样东西，名叫海天一色。怎么又是海天一色？是啊，你祖父当年也是虎豹人之一。想来你听过这个名字。大将军当时说，待到平定侯坚叛乱后，他会派人带着水波纹信物来，让我届时帮着取出海天一色。没想到，我这一等就是20多年呢。20多年，大叔，这20多年，你都是一个人吗？是啊，一个人。不，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自己究竟是个人还是个鬼了。好了，刚刚输完真气，服了这副药，总算是暂时保住了他一条小命。童明兄，你这一味药能管多久？目前看，最多1个月。那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那火莲就算你亲自去，也要1个多月，更何况那小丫头片子呢？我相信他。那1个月之后他回不来，那安之，他怎么办呢？这便是那丫头的劫数，也是安之的命。3位吊命，能逼出他身上那最后一点生命力，叫他不至于无声无息地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。可吊1次命，就少1簇真火。3位过后，如果还是找不到解药，那你为何要用这样的火狼之药啊？透骨清全靠他身上那点内力相抗，一旦人衰弱下去，那就彻底没救。就算找回了药王晶，也是无用。那药王晶可有线索？我和他林师叔在中原行走了多年，都毫无头绪。大药谷早就覆灭了，1个传人都没有留下。唉，说不定药王晶早就被药谷当年那把大火烧成了灰了。
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算了，既然你这么不想去，那你就在这儿等我吧。老乡，有没有看到一个背着长刀的姑娘？有啊。是往那条路去了吗？是，就没见过这么倔的姑娘。哎，你认识她吗？那边现在危险得很。刚刚发生过雪暴吧？是啊。你咋知道的？你是本地的？雪暴一过，大山里就开始雪崩了。这丫头来的倒正是时候。哎，你明知道有雪崩，还上山，你不要命了？雪山上的狼会害怕雪崩吗？你该不会是雪狼吧？传说中狼窝里长大的孩子。雪狼回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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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期间，我与冲霄道长还时常有书信往来，但是他从来不曾告诉过我江山易主，想来是怕我得知后擅自出山吧。这个海天一色究竟是什么，值得牺牲这么多人去守护？最可悲的是啊，我守了他20多年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，甚至都不知道把他交给谁。人生啊，这便罢了。这几日啊，冲霄道长都没了消息。唉，你们实在是想象不出来那种感觉呀，太安静了，四周只有夜归和风。我终于按捺不住，出了山，想打听冲霄道长的消息。冲霄道长，我听我哥说过，他认识。等我们脱困了，我让我哥带你去找他。恐怕晚了吧。我一出山就得知水波纹重现江湖，黄大都督当年苦心孤诣要藏的东西，
竟然被人放在一个什么灭杀大会上公然讨论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我打算去那什么大会，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却不想引来宫中旧人，盯上了我，还引来了什么地煞。你说的是楚天瑜？丫头，你倒是知道的不少啊。他是我姐还有养蛇的亲手杀的，我自然知道。不对劲，他们追来了。丫头，拿着。大叔，这是什么？背下来。不这染红的地方是什么？背后面的诗。啊，诗？我奉命看守海天一色，除了我，活着的人没有第二个知道他的位置。现在，我把这个秘密交给了你，你背下地图，海天一色才不会消失在这里，一代人的心血才不会付之东流啊！跳！孩子们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你们千万别出来啊！让你们的人让开道，放他们走，否则我就撕毁地图。哎，好，别紧张嘛。六良，你只要乖乖的把那地图放在我的手上，我这就让你的人走。大叔，千万不能把地图交给他，交给他我们就走不了了。哎，你认为你们现在有没有选择的余地啊？啊？说话算数。你，大叔千万不能给他。放心，丫头。终于帮大哥找到想要的东西了。怎么还有诗啊？快跑！大叔，快跑！大叔，走，快走！大叔，快走啊！走啊！大叔，走啊！为什么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怎么就收了他？你想知道啊？我偏不告诉你。都快1旬了，那姑娘一点消息都没有吗？她若是脚程快，现在应该刚到雪山下，稍安勿躁。你说啊，这好好的一个孩子，一出去，回来之后就变成这样。早知如此，当初不管王林怎么说，我都不会把安之交给他。安之要去哪里是他自己的主意，你我也罢，那王离也罢，都左右不了他。前朝兵变后，安之被救到岛上，我们4个老东西都没带过孩子，手忙脚乱的，天天围着他转。他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才这么高。等他再大一点儿，就是他耍得我们4个老东西团团转喽。我若是没记错，那王林老儿找到岛上来的时候，他也只有这么高。对，这么高，刚到我腰。对，当时我们4个难得吵了3天3夜，你和那林老头都不愿让他走，我记得清楚着呢。我们当然不愿意了，谁不知道那老儿王林一心就想光复前朝？后来啊，
你和他小师叔跟我说，如果不让他回去，终其一生，这孩子不过就是蓬莱岛上的一个乡野村夫。到死啊，都认为这天下不过就是巴掌大的一块小岛。他小师叔一向最疼他，可偏偏是他小师叔一力要让他回去，说只有等他见过山、见过海，才谈得上选择去和留。难道这就是他最后的归宿了吗？像他这样胸怀天下的人，终是不可能陪我们几个方外老头子一起一辈子终老蓬莱。这都是他的选择，也是他的命中定数。何况他若不下山，也不可能遇到现在正为他冒奇险去雪山采药救他的人。阿飞，小心阿飞，阿飞。那丫头我见了，重情重义，安之眼光不错。大师说的没错，那火莲就该在这雪峰的最高处了。我必须成功，他等不到下一次了。漂亮丫头，好久不见。上次灭煞大会匆匆一面，也未来得及叙旧，你便没了踪影。你这么匆匆忙忙的离开，是去做什么去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杀了地煞的那只楚天犬，干得漂亮。可那只老狗从我手里抢走的慎毒印也被你拿走了吧？我不拿，难不成留着哄你玩吗？那是霍大哥的东西，你抢那个印做什么？哦，难不成连南刀的传人也信了霍连涛那套鬼话，觊觎那老石子秘宝不成？朱雀主，此时若是我们打起来，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。不如我们打个商量，你让我把这个火莲取了，我便让你3掌不还手，如何？笑话！我朱雀主穆小乔什么时候要一个黄毛丫头来让了？不要以为你长得漂亮，我就会手下留情。连升9地，10年一开，9朵长成，便到了最佳摘取时间。你不想再等10年吧？别碰火莲！想要火莲，拿慎毒印来换啊！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来抢慎毒印？难道朱雀主不想要吗？不如我们2个联手，问他要。我还就告诉你，在这雪山之上，没有人可以斗得过我陆天旷。哦，地煞雪狼陆天旷，别来无恙。可笑！拿到了慎毒印之后呢？
难不成一分两半吗？看见地上我就恶心。阿飞，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！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了？你醒了，你真醒了。你是只熊吗？怎么穿这么多？这么冷的天，不穿这么多会被冻死的。对了，火莲呢？我还是没有找到火莲。阿飞。安之，安之，他方才说什么？阿弥陀佛，可怜安之这孩子，还是情深缘浅呐。安之，安之，既然已经注定，便是人力所不能及的。我只盼着你能够好好的。可我也与你说过，天涯也好，海角也好，但凡在6合之内，凡人能踏足的地方，我都会去。傻丫头，都把自己折腾成这样了，值得吗？好了，别再找什么火莲了，快回去吧。值得呀。哟，刚醒就捉刀，莫不成你还想再打一架？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呢，恩怨分明，刚刚共患难过，我是不会趁人之危的。这是什么？麝香薯干，我吃剩下了，就顺手做成了肉干。这年头有肉吃就不错了。你这顿不吃，就算有力气能跟我打架，也挨不过这接下来的风雪。还有吗？
你倒想通的挺快嘛。我得活下去啊！哟，刚刚你孤身上雪山，为了那火莲连命都不要了，这会儿子怎么又开始惜起命来？我还不能死啊！还有人在等我。我看你这个人啊，救人就上瘾了。别人的命都比你的命重要吗？嗯？没大没小的野丫头。不是比我的性命重要，而是你有没有过那种，你愿意付出一切，就只是为了能让他再和你说一句话的感觉？你刚刚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只是觉得你武功好啊，这么好的武功应该练了很多年吧？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在雪山上，挺可惜的。这全天下的人，恐怕都巴不得我早点死，只有你，恐怕是唯一一个觉得我死了可惜的人。其实你是我下山之后遇到的第一个高手。你哭庄唱的挺好听的。是吗？要不要我给你唱一段？我怕我会哭。这里就是奇门分支旧址，就送到这儿吧，可以回去了。李师兄，要不然我们与你一起吧，彼此也有个照应。这片林子是按奇门遁甲阵布置的，外面的人进去就会迷失方向。建立之初就是为了防止外人进入。虽然我与道长是旧识，但私闯林子已经算是有失礼数了，更不能带人进去。你们就在山下的暗桩等我便可。是。臭小老头，你是不是没死啊？死了都要作怪是吧？啊？死了都要作怪？
你逼我背过那么多次，怎么就记不住呢？什么前三连、坤六段，震什么？震什么？前三连、坤六段，震养鱼，震养鱼。震养鱼啊，我出来了。恭喜大哥，恭喜大哥！恭喜大哥，这武功又进了一层。你不是见过那张图吗？大哥，我是见过，就看了一眼，上面写了几行字，还挺规整的，像首诗。什么诗？好像写了什么几个字儿，什么鸟啊、女啊、舞啊、石之类的，还有什么来着呢？行了，那张图上还有什么？还有，好像画了几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画的那个一个什么金镯子啊，对，大哥，48寨上面那个，还有什么长命锁呀，剑鞘，还有什么印，对，印，不是，大哥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是那个拂尘，哎，对，大哥，一把秃不拉几的拂尘。拂尘。果然，冲霄子这个臭道士也参与其中。通知古天贤，把他给我盯紧了。是。大哥，我知道大哥用心良苦，是要给我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。滚！去给我闭关好好想想，那图上面到底还有些什么，统统给我画下来。滚！画。星河随水流聚散，岁岁心念坠落船。此生只有了这牵绊，我怎好独自安然？还没带你纵横青山，还没将你的发轻挽，还没好好在这纷乱里纠缠，欠你那把都还没还。回味江湖与你混迹不曾怕，等我替你踏遍天涯。巍巍江山为你愿把热血洒，管他又是谁的天下。记恨之水飘到哪里才是家？不如让我把你融化。当初艳阳无心，却化作前世的铠甲。